你好，本次课我们学习乘积密码。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古典密码中的替换和置换密码，因为语言的统计规律，使得替换和置换密码都不太安全。那么，如何设计安全强度更高的密码体制，才能抵御住分析呢？这是我们本次课将要学习的内容。学习目标主要包括以下3个知识点，分别是乘积密码、迭代密码体制和混淆和扩散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乘积密码。1949年，香农在他的论文《秘密系统的通信理论》中介绍了一个新思想，就是通过乘积来组合密码体制。乘积密码采用多个密码复合的方法，依次使用2个或2个以上的密码系统，所得结果的密码强度将高于所有单个基本密码系统的强度。这个思想是古典密码学到现代密码学的桥梁。设 R1 和 R2 是2个具有相同明文空间和密文空间的密码体制。那么 R1 和 R2 的乘积定义呢，就可以表现为如下的形式。乘积密码的加解密变换都比较简单，我们首先用 K1 去加密 X， 再用 K2 加密，得到密文。那么解密呢，则恰恰是相反的，按照相反的密钥顺序进行，还原出明文。这里呢，我们介绍一个一战时期德军曾经使用过，后被英国人破译的乘积密码 ADFGVX。它同时采用了替换和置换的方法，采用一个6行6列的表格，行列呢分别用 ADFGVX 去标号。在表中，我们随机的去填入26个英文字母和0到9这10个数字。那么如何去加密的呢？这里我们假设加密的明文为 password。那么第一步呢，先将明文字母用其所在的行和列的标号去代替。比如说 P 呢，用 FG 去代替 ，A 呢用 GV 去代替，得到的中间结果就是 FGGVXG 如下的一个形式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中间结果按照行的顺序写成一个矩阵形式，再根据加密密钥 computer， 我们知道密钥的顺序呢是14358726，重新去进行行列的置换，得到密文如下的一个字符串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迭代密码体制。显然，密码体制的乘积运算满足结合律，对于任意的明密文空间相同的 R1、R2、R3 都有如下的形式。如果密码体制和自己做乘积，我们记为 R 方；如果做 n 重的乘积，得到的密码体制就记为 R 的 n 次方。如果 R 方等于 R， 那么 R 就是密等的密码体制。比如我们之前学的维吉尼亚、置换都是密等密码体制。那么使用乘积的意义不大，因为需要更多的密钥，却没有提高更多的安全性。如果密码体制不是密等的，多次迭代就有可能提高安全性。那么如何去构造非密等的密码体制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呢，是使用2个不同的密码体制做乘积，比如说替换和置换。乘积密码思想实际上是香农提出的利用混淆和扩散思想的具体应用。那么什么是扩散和混淆呢？扩散就是让明文中的每一位影响密文中的许多位，或者说让密文中的每一位受明文中的许多位的影响，这样就可以让明文的统计特征呢消散在密文中。混淆呢，就是让密文与密钥之间的统计关系变得尽可能的复杂，使用复杂的非线性代替变换，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混淆效果，使得对手即使获取了一些密文的统计特性，也没有办法推测出密钥。那么充分利用扩散和混淆，可以有效地抵抗对手从密文的统计特性推测出明文或者密钥。扩散和混淆是现代分组密码的设计基础。本次课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乘积密码、迭代密码体制和扩散和混淆的基本概念。乘积和迭代有助于实现扩散和混淆。那么如何乘积与迭代？
下节课呢，我们分组密码体制的两种结构 ，SP 网络和 FAST 网络，将为大家去进行具体的讲解。谢谢，本次课结束。